原本江爷爷想给瑞宝、辉宝一个惊喜，结果辉宝这里却变成了惊吓。江爷爷以为辉宝这狗叫的不轻，表情都吓得狰狞了。这也实锤了大熊猫就是近视眼。不过爷孙俩都啥事儿也没有。江爷爷走失辉宝，还回头一直看着爷爷，像是在跟爷爷说抱歉。这要换成老宋头，辉宝肯定有仇，当场告。这让我想起了以前近视眼的福宝。江爷爷抱着一捧大竹子，蹲着向福宝悄悄靠近。姨姨们还想，江爷爷这庞大的体格子，就算是趴着，福宝也应该能看见吧。江爷爷藏了半天，都感觉到幼稚了，毕竟眼神好像都和福宝对视上了。而反当江爷爷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时，福宝吓了一跳。可能福宝真的没看见，也可能是福宝故意配合江爷爷，毕竟弹起来时嘴里竹子都没停止咀嚼。以前福宝玩耍园区掉落的广告纸被爷爷发现了，江爷爷来到园区喊福宝，福宝假装听不到。当爷爷晃了一下小树，福宝立马弹射起来，与其说是被人吓的，不如说是自己吓自己。福宝还想撒娇，结果就是一屁股给爷爷的栅栏全压倒。宝家除了爷爷会偶尔吓到他们，而吓到他们最多的则是他们彼此。辉宝冲刺过来，吓了瑞宝一跳，都吓出狗叫了。接着是瑞宝调皮的跳下小滑梯，吓了爱宝一跳。爱宝攻击动作都摆出来了，结果发现是瑞宝。再有爱宝走来小亭子，此时正在小亭子上睡觉的辉宝又被吓到了。对于大熊猫而言，每天活的就是一个提心吊胆。瑞宝这一脚都快给辉宝吓尿了。要说最倒霉的还得数爱宝，爱宝总是无辜躺枪，自己趴着好好的，瑞宝突然从自己屁股后面摸过来。还有原本想保护辉宝，结果辉宝反而突然发出吼叫，爱宝直接被吓回家了。爱宝正喝水呢，辉宝一点声音也没有的走了过来，这给爱宝吓得一屁股就坐下了。大爷爷又给瑞宝、辉宝整活了，给贝贝树和人造树之间搞了一根独木桥。这棵小树又是出自江爷爷精选，因为瑞宝、辉宝现在还小，江爷爷特意选择了一根分叉比较多的树干，这样可以拓宽瑞宝、辉宝爬行时的路。同时，这让姨母又多了一个放置竹子的地方，姐妹俩不用再争抢树杈了。瑞宝看到姨母过来了，开心的凑了上来，一下给辉宝压在了身下。辉宝的小尾巴示意自己快要被姐姐压死了。姐妹俩有了这个独木桥后，就算妈妈不领着自己去室外，姐妹俩也有事儿干了。此时姐妹俩彼此都想去到对方那边，但谁都不想让道，姐妹俩便只能靠武力解决。辉宝咬着瑞宝皮套拉扯一通，给瑞宝拉扯的难受。最后瑞宝选择了妥协，往后退去。但这时辉宝又不想过去了，还表示可以让瑞宝过来。瑞宝过去后，辉宝还主动给瑞宝让出一块空来。就算有再多的空，地方再大，住着几百平以及顺带小花园的大平层，姐妹俩还是想黏在一块儿。而这时的辉宝虽然被瑞宝一直压着，但是辉宝一点脾气也没有。姐妹俩之间就是这样相互打闹，互不记仇。但要是爷爷和姨母惹他们的话，他们肯定不会。瑞宝这里直接给辉宝从独木桥上挤了下去，被挤下去的瑞宝转头去到了妈妈的小亭子上，而独自在独木桥上的瑞宝这下可以敞开玩了。终于看到瑞宝、辉宝上树的样子了。我说宋3岁今天为啥莫名其妙捶了小亮台2拳？原以为是又发疯了，原来这是在帮瑞宝、辉宝检验小亮台的稳固性。前2天老宋头休班了，这刚回来就收到了江馆长的通知，说瑞宝、辉宝现在可以去室外园区玩耍了。老宋头开心的不得了，在游客们来之前就偷偷给瑞宝、辉宝带去室外园区了。而同样的瑞宝、辉宝也迫不及待了，一家3口挤在通道门口，催促着宋3岁赶紧开门。姐妹俩有了第一次出门的经验后，这次来室外更加游刃有余，如鱼得水了。尤其是瑞宝这里，直接开始试图征服小树了。瑞宝体重和力量方面都比不过辉宝，但唯独爬树，瑞宝说自己是第2，辉宝绝不敢称自己是第1。瑞宝很轻松的就给小树拿下了。瑞宝爬到了福宝姐姐之前的小亮台上，瑞宝率先给小亮台做好了标记。而辉宝这里虽然也爬上了树，但是并没有成功登上小亮台。瑞宝对辉宝讲，妹妹你还得多练。瑞宝趴在小亮台上，惬意的不像是第2次出门，像是已经对室外园区熟悉很久了。辉宝这里上不去小树，走去了小泳池旁，开始看风景，假装自己很忙，直到听到爷爷喊自己的声音，哎呀！辉宝立马跑了过来。辉宝来到爷爷身边，和爷爷打招呼。而瑞宝这里开始探索如何下树了。老宋头看到瑞宝这爬树能力，都快给瑞宝夸出花来了。老宋头让辉宝好好学学姐姐爬树的样子。爱宝这时也吃完饭了，亲自带着姐妹俩熟悉园区。姐妹俩现在对室外园区还是没有很强的安全感，之所以能在室外园区玩耍，
是因为妈妈在身边陪着。爱宝一回家，瑞宝、辉宝就会立马跟上，跟着妈妈回室内。宋头和圣熙姨母体验了一下瑞宝、辉宝的新家具。这次瑞宝、辉宝的躺椅和福宝姐姐的当年的躺椅完全不一样了，像是老宋头制作的 2.0 版本。瑞宝、辉宝早上出门，看到自己这新家具后，一整个陷在里面出不来，就连爱宝也无法保持自己那深沉的形象。老宋头在小木床上撒了一床柔软的竹屑，哪个大熊猫能经得住这样的考验？辉宝和爱宝一起挤在小木床上，肆意的玩耍。这竹屑对大熊猫来说就像是人类小孩的海洋球。爱宝玩累了，坐到了辉宝的小躺椅上。虽然躺椅是给辉宝坐的，但爱宝坐上去好像更合适。爱宝坐在小躺椅上休息了一下，辉宝这时也凑了过来，挤到了妈妈怀里，让妈妈抱着。爱宝这里想2个小躺椅都体验一下，小孩子才做选择。爱宝和辉宝享受竹屑和小躺椅带来的快乐时，瑞宝这里可像是个成熟的小大人，此时正趴在2棵小树之间的独木桥上睡觉。瑞宝是不是知道今天将会有新玩具？昨天激动的没睡着觉，今天早上玩了一会儿就上树上睡觉去了。果然体力方面还得是辉宝。话刚说完，辉宝也玩累了，辉宝爬上了小树，去跟姐姐一起睡觉去了。这时成了爱宝独享小躺椅的时间。瑞宝、辉宝这里有了新家具后，再看乐宝园区则显得有些破旧了。当初福宝拥有躺椅时，乐宝也跟着沾了光。这次瑞宝、辉宝有了躺椅，乐宝或许会再次跟着沾光。想到拥有小躺椅的第一天，抵挡住小躺椅诱惑的居然是辉宝。今天有了新的小躺椅后，爱宝都不想去室外了。一天下来，这一家3口不是在抢小躺椅，就是在抢小躺椅的路上。而姨姨们今天排队就是来目睹一下姐妹俩这新家具的。辉宝发现自己这里根本抢不过妈妈和姐姐，识趣的辉宝自己去到了另一个小躺椅上，什么东西都做2份，真是老宋头最明智的选择。辉宝看妈妈和姐姐在小躺椅上抢得火热，顿感他们幼稚，自己则成熟的像是个大人。眼看这里的气氛跟自己这成熟稳重的形象实在是格格不入，辉宝自己跑去了独木桥上寻找自己的成熟去了。而瑞宝和爱宝这里显然没给辉宝当回事，继续打闹着。很快通道门打开了，辉宝这里没有任何的前摇和犹豫，一口气跑回了家。爱宝这里这时给瑞宝丢下了小滑梯，瑞宝被丢下小滑梯后去到了自己那小独木桥上。现在室内园区的玩具对瑞宝来说实在是太多了，瑞宝玩完一个还有一个，根本没有想回家的心。而爱宝这里因为园区已经没有吃的了，爱宝需要回家吃饭了。对于玩来说，吃才是爱宝最需要的。瑞宝这里独自一人爬到了树上，啃了会儿竹子后又趴下了。瑞宝这个模样越来越不像是大熊猫了，因为瑞宝太懂享受了，已经超越了人类，吃竹子也不用手，直接用嘴叼过来，然后在嘴里咀嚼。而对于回家的问题，就交给老宋头另想办法了。那出爱宝也想爬到独木桥上体验一下，因为姐妹俩这坐在树上的样子给爱宝馋坏了，尤其是辉宝这吃着竹子仰着头看着天空的样子也太悠闲了，再加上姨母不定时投喂的小零食，这才是国宝应有的生活。物质基础和情绪价值得到了双重满足。今天姨母来到园区时，此时爬树刚爬到一半的瑞宝索性不爬了，从树上下来，来到小亭子上吃姨母刚放的新竹子。瑞宝现在竹子品鉴的多了，也懂得什么是好竹子，什么是坏竹子了。而辉宝这里倚靠在树上吃着竹子，这哪是熊啊，这分明就是人。辉宝这地套下面一定是有个小孩，这一整个不羁的模样，姨姨都模仿不出来。这时姨母又回来了，姨母给了瑞宝一块小胡萝卜，然后又走去辉宝身边，投喂给了辉宝一块。虽然爱宝也是大熊猫，但爱宝现在感觉双胞胎的生活就是比自己的要舒服，也可以说是他们更加松弛，累了就随地一摊，反正园区是安全的，饿了不出几分钟姨母就会过来投喂，没有可以烦恼的事情。而爱宝想爬上独木桥的原因，想必就是想找回一下自己以前也拥有过的松弛感吧。